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美食——河贝饼肉松蛋糕。这款蛋糕平时我也是特别爱吃，不放奶油，多吃几块也不会觉得很腻。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就来开始分享这款蛋糕的做法。做之前来一个小小的提醒，这款蛋糕的配料有几种，不是一次性全部加入进去的，需要分批次加入，所以这一点大家观看视频的时候注意一下。首先先来添加材料，在一个碗中倒入一点点的水，大概也就有25克，然后再加入25克的食用油，接着把油和水混合一下。这一步要加入糖，准备50克的白砂糖，但是这一步只加入1/3就好了。用刮刀把糖在材料中融化一下。这一步取过来2个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离。蛋清放在一个新的器皿当中，蛋黄放在刚才混合的材料里面。这一步就像做戚风蛋糕一样，把这个蛋黄在材料中搅拌均匀。材料混合好之后，取来一个筛子，加入50克的低筋面粉，接着取来30克的玉米淀粉，玉米淀粉加入一半15克。那这样我们把2种材料过筛在这个蛋黄当中，最后把这个材料混合一下，混合成粘稠的糊状。混合的时候最后一步了，要混合均匀。这里切一个特写，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混合的时候比较稀，和视频里不太一样，这里可以多加一点点的面粉，再调和一下。接着我们来打发蛋清，蛋清中可以加入1克的塔塔粉，紧接着把刚才剩余的白砂糖也加入进去。加入完材料之后，把蛋清先打发一下。这里加入的2种材料，1克的塔塔粉可以用几滴柠檬汁或者是白醋代替，加入的白砂糖是刚才50克的白砂糖剩余的2/3。那用中高速打发1分钟之后把刚才剩余的淀粉再加入进去。刚才是30克淀粉，加入了一半，所以剩余了一半的淀粉。那接着用中高速再持续打发1分钟左右。当然我们的打蛋器的转速不一样，打发到湿性发泡偏硬一点点。特点是蛋白在打蛋器上挂尖，打发好的蛋白倒扣过来，在盆子里不会流出来。蛋白中加入了少许的淀粉，所以看上去它的硬度要比戚风蛋糕打发蛋白的硬度要硬一点点。那接下来的步骤，把打发好的蛋白分2次混入到蛋黄当中。那混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在里面瞎搅，一定要用这种翻拌的方式给它翻拌均匀。材料比较少，大概2次翻拌也就1分多钟。翻拌好之后，取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杯子，口径也稍微大一点的杯子。那取来一个裱花袋，把裱花袋开一个拇指粗的一个口，然后把裱花袋套在杯子上。这样我们把混合好的材料倒进裱花袋里，这样比较干净。那取来烤盘，烤盘上记得铺上烤盘纸，把材料挤在这个烤盘上。以成年男性手掌的大小来说，这份材料大概能做8到10个。如果是30升左右的烤箱，大概需要烤2次；如果是40升左右的烤箱，1次就能烤完。用不了的材料放在冰箱的保鲜层，给它保存一下。那挤好之后放在烤箱里烤，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80度，下火预热到15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0分钟左右就好了。每款烤箱也不同，烤的时候注意多多观察，根据自己的烤箱的温度进行微调。那烤这款蛋糕的注意点呢，有几种材料不是一次性加入，要分批放，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其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如果我们的蛋白打发不好，或者是蛋白消泡，混合出来的材料过稀，那这个蛋糕就会摊得特别大，基本上就是失败了。所以在打发蛋白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那同样混合蛋黄的时候，和视频里对比一下，如果感觉自己蛋黄比较稀，可以加入适量的面粉也调节一下。蛋糕烤好之后呢，拿出来给它放几分钟，现在的温度已经降下去了，已经撕掉了油脂，用一把小刀在正面给它轻轻的划一个小口，在蛋糕的底部挤上适量的沙拉酱，也可以挤上自己喜欢吃的果酱，然后用一把小刮刀给它刮平。取过来肉松，肉松是在超市里买的现成的，厚厚的蘸上一层肉松，把它给合起来。那这样我们的这款肉松河贝饼就做好了。
这也是一款非常好吃，我也特别爱吃的蛋糕。那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